我再看看别的石头，我就不信找不到了。这是……哎，子欣姐，如果有一块石头里面是白色的，但是里面夹着一些血丝，这还值钱吗？当然了，那可是金雪玉，巴掌大小就价值100万呢。这块石头才标价2000块钱，能卖100万，又发财了！师傅，我要那块。哎，好嘞。不过我提前说好，这块石头是多少人看过的，开不出东西的废料，所以才便宜2000块钱。好，我给你转账。哎，王姨啊，那块石头怎么看着不像能开出东西的样子？子欣姐，你就放心吧，咱们稳赚不赔。你可想好了再买啊，我这儿可不退不换。老板，你就放心吧，转账。哎，来，过去了。给您挑的原石。马老大，我现在真的没钱。我你还不了钱，我就把你女儿埋到窑子里。这么俊俏的妞啊！你敢动我闺女，我跟你拼了！给脸不要脸是吧？女儿！我的眼睛好烫，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是觉醒了透视眼。开门！我们接到报警，这里有人暴力催债。你们还敢报警？什么情况？我这是来讨债的。要债属于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但是你们不能使用暴力手段。警察同志，您放心，我送您啊！等等，警察同志，经济纠纷管不了，但非法携带枪支，你们总该管管吧？你什么意思？他们身上都带着枪呢。你们3个抱头蹲下！你身上要是有枪，就马上拿出来，否则至少无期徒刑。我自首。搜身。看来我真的可以透视，他们衣服里真的有枪。好小子，还真有枪，带走。走。闺女，你没事吧？爸，我没事儿，咱们还欠他们多少钱？还差15万，都怪爹没本事，不但没能给你创造优渥的家庭条件，还欠了一屁股债。虽然讨债的被带走了，但放债的人收不到钱，肯定还会继续来要债的。爸，咱们家附近是不是有个赌石场啊？爸，咱们家附近是不是有个赌石场啊？是啊，怎么了？我现在突然有了透视的能力，倒不如去赌石场试试，把老爸欠的钱全赚回来。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爸，这几天您就待在家里，别出门，守着房子，以防那伙放高利贷的来搞事情。至于还债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闺女，咱还债归还债，可别做傻事啊。爸，你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哎，小姑娘，来看看正宗的老坑翡翠原石。这块石头里有翡翠。老板，这块石头多少钱？2000。小姑娘，第一次玩吧？我可跟你说，赌石这东西你得挑贵的，这样赢的概率才大。这种便宜的都是别人挑剩下来的伪料，开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不，我就要这块，你能不能便宜点？又是个穷货想暴富改命的，最低1800。不过我提前说好，你这1800要是打了水漂，可别怪我。其他石头那里都平平无奇，只有这块里面一片翠绿，肯定不一般。这是1800，这块石头我要了。这里面一片翠绿，怕不是要开出帝王绿。我之前总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看来这次家里的债能还清了。解石是免费的，直接开吗？开。行，跟我走吧。我要解石。要怎么切？朝这边缘竖着切一点点。好。一刀下去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你还真以为能出绿啊？哎呀，
这也没出绿啊。小姑娘，还要继续切吗？稍等啊。照着这条线，一点一点的擦。好。哼，你还装得挺像回事儿。你这药能开出翡翠，我刀里拉屎。嘿，还真赌涨了。这怎么可能？这翡翠里好像有一股能量进入我身体里了，眼睛突然感觉好舒服，感觉视力变得更好了。难不成这些石头还能让我的眼睛能力提升？哟，出绿了！这料子看着不错啊，成色挺足的，个头也大，这怕是得10多万啊！小姑娘，15万卖不卖？20万，这石头我要了。杨老板，你这家大业大的，就别跟我抢了吧。我呢，这店里正好缺一对镯子。陈小姐既然张口了，这个人情我自然是给的。怎么样，20万卖不卖呀？卖，当然卖。来，这是20万，密码是6个0，你拿好。小姑娘，看你这年纪不大，眼力倒是不错嘛。喏，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好东西记得找我啊，价钱好商量。好，没问题。2000块买的石头挣了20万，哈哈，这下家里的欠债就彻底清了。王一姑娘，陈经理，您找我有事？我总感觉你赌石头不像是运气，而是底气，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鉴定一批石头啊？鉴定石头，我有透视眼，鉴定石头倒是简单。那有报酬吗？当然有报酬啊！如果你能准确挑出翡翠，给你50万提成，怎么样？50万，比我刚才捡漏赚的还多。好，我可以试试。那好，我明天在公司等你。陈子熙，这就是你请来的鉴定师，看着也太不靠谱了。刘总，我估计啊，你应该是被人坑了。这满桌子的石头，也就我手里这2个，多少能回点本，这剩下的都是废料。废料？这些石头老子花了300万，300万知道吗？产地可都是缅北老坑，绝对不可能是废料。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开了石头看看。行，要是开出来跟你说的不一样，你们一块儿滚蛋！出绿了。我的透视能力又升级了，现在感觉能看到1公里以外的东西了。刘总，其实只有这2块石头成色勉强还行，其他的都是废石。这怎么可能？这位王大师是吧？你看，我是个粗人，刚才多有得罪，你可别见怪啊。我们另寻一处地方，好好的谈一谈你的工资待遇如何。呵呵，谁说我要留下来任职了？再说了，我纯粹就是想让你不爽。哎，你不爽了，我就高兴了，明白吗？谁让你不尊重女性的？还有，以后子欣姐跟我一块离职了，你另起高明吧。你走走。你子欣姐，我看你也是个快意恩仇的人，那臭地中海这么欺负你，你居然还想着非得跟他干。如果是刚毕业那会儿，我肯定就毫不犹豫的走了。但是现在有房贷车贷要还，这天上不可能掉下来钱，我不受气能怎么办呢？这样吧，咱们合伙吧，以后我负责赌石鉴定，你就负责出手和寻找客源。我觉得我们俩合作的话，怎么着也比给他打工好，不是？此话当真？小玉，你可得想清楚啊！这珠宝行业可不是光凭你会鉴定就玩到赚的，这里面的条条道道啊，多着呢。子欣姐，你就放心吧，我对我自己可有信心了，而且
你人脉广，我对你也很有信心。小丫头这么有自信心，那这样吧，姐呢也不亏待你，咱们俩28分成，我2你8，怎么样？我下个月的房贷呀就指着你了。子欣姐，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我想想啊，既然咱们2个要合作，那肯定要有货源。这样吧，我带你去上京最大的赌石场挑点好料子，就当给咱俩的珠宝公司储备资源了。行，没问题，走。这石头里要是有翡翠，石块表面自然不会显得太脆。这么小，指定开不出好料。哎，王爷啊，你觉得哪个石头好？子欣姐，如果是有杂质的翡翠，还值钱吗？那得看杂质有多少，如果杂质很多的话，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一般拳头大小的原石能卖到5万块钱就已经了不得了。好，师傅，这一块多少钱？小姑娘，你眼光不错呀，这块石头是我们厂最好的几块，里面肯定有玉，这价格在石头上写着呢，5万8。这价格你能不能再便宜一些？那不能便宜，这原石就这价格，1分钱都不让。5万8的石头，我要是只能卖5万块钱，这妥妥的赔钱，肯定不能要。2个穷鬼还赌石，哼！我再看看别的石头，我就不信找不到漏。哼！我再看看别的石头，我就不信找不到漏。这是……哎，子欣姐，如果有一块石头里面是白色的，但是里面夹着一些血丝，这还值钱吗？当然了，那可是沁血玉，巴掌大小就价值100万呢。这块石头才标价2000块钱，能卖100万，又发财了！哎，师傅，我要那块。哎，好嘞。不过我提前说好，这块石头是多少人看过的，开不出东西的废料，所以才便宜2000块钱。好，我给您转账。哎，王爷啊，那块石头怎么看着不像能开出东西的样子啊？子欣姐，你就放心吧，咱们稳赚不赔。你可想好了再买啊，我这儿可不退不换。老板，你就放心吧，转账。哎，来，过去了。给您挑的原石。价值100万的原石到手了。有些人呐，没钱没本事，花个小钱买个废料，就想开出好玉石。老子混迹赌石圈10多年，你看你那块石头跟我这块怎么比？别到时候开废了，找地方哭鼻子去。你既然这么不看好我这块石头，那不如咱们来赌一把。一会儿我们让解石的师傅打开我们的石头，比比谁的玉块大。如果输的人就要给赢的人叫一声师傅，如何？好啊，别到时候输了不认账就行。走。小丫头，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跪下来叫声师傅，说不定师傅我还能在上京赌石圈里罩着你啊！我看呀，是你该认输吧，别到时候丢了脸，在这上京啊混不下去了。切！师傅，麻烦帮我解下石料，沿着边切我这块大石料。好。哼，你看这石头哪有一点玉石的影子？你看这切出来的石头水哪里有玉石？看来今天我还真得替你爹妈好好教育一下你了。师傅，先等一下，再往里面切2厘米。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花招可以耍。废料就是废料，你变着花切也没用。哼！啊，奇迹呀！这奇迹呀！这是沁血玉。什么？沁血玉？传说沁血玉是在战争发生地血流成河之后，
阴烈的血流到地下，刚好地下又有玉石，血又浸入了玉石，经过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才形成的美玉。据说这一小块就价值100万呢。这小丫头走运了，2000块钱的废料竟然开出了100万的玉石。王爷，你太厉害了！哎呀，运气好罢了。喂，该你了。我还没切呢，你就是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师傅，切我这块。哎，好。哎呀，你会不会切？乞丐，我自己来。你来，你来。有玉，有玉，我就说有玉吧。什么呀？这一块下等料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就是白给我都不要。怎么样，愿赌服输吧？师傅，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师傅，我还是听不见。师傅，行了吧？这胖子。王爷，这几天呢，我们就可以琢磨着把玉石店开起来了。好。恭喜啊！恭喜恭喜！真棒！恭喜恭喜恭喜！哇，哎，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么个武士队啊？怎么样，够有排场吧？这做生意啊，气势和门面不能输了。我这叫一石二鸟，又喜庆又拉人气。看到没有？现在呀，我们这家店是整个古玩街道最热闹的，不怕别人不来瞧。今天是我紫藤堂开业典礼，我王毅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捧场。今天我们店铺所有的玉石都打8折，而且在1周之内，我们还无偿的帮大家鉴定各种玉石。各位客官，里面请。好，恭喜恭喜！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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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王老板开业大吉啊！我姓郑，叫郑央，在对面开古玩的。从今儿起，咱们就是邻居了。郑老板你好，谢谢捧场。王老板看着很年轻啊，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您2句，这古玩啊，玉石这行讲究的就是眼力劲儿。您年轻没什么经验，以后可得多练练啊。郑老板，看您这年纪，怎么也5、60了吧？我年轻，眼力倒是够，鉴定个玉石什么的根本就不在话下。倒是郑老板您年纪大了，悠着点儿，说不定哪天视力不好了，鉴定个假的可怎么办呀？你，哎，涂总，您今儿怎么有空到古玩街来啊？您上次答应到我店里去瞧着呢，我那刚收了半斤大红袍，那茶滋味真的香。这小店没什么好东西，我那好东西可多了去了。哎，下次再说。今天特意来这古玩街，就是来看看玉，下次有时间再去啊。哎，涂先生你好，看你这手上的玉扳指，质地润滑，品相上等，想必您也是一个好玉之人吧？今天机缘巧合，正好我们店里面有一块新出来的沁血玉，先生，要不您长长眼，跟我去瞧一瞧。你这真有沁血玉啊？快给我带带路，让我瞧上一瞧。哎，涂总，你还真相信这小丫头说的？瞧瞧这破到点地方，能有什么好玉？我在古玩行混了这么多年，吹牛的人我见得可多了。我们店里假一赔10。哦，这王店长很有自信嘛，居然敢保证假一赔10，那我信这王店长。王店长，快带带路，我现在就去看看。说什么大话呀？你是想拿假货糊弄涂总吧？不可能，是吧，涂总？如果我们要是有真的呢？这沁血玉可是比帝王绿还难得的玉石，你这新开张的小破店怎么可能会有？你要是真的有，我就把这价值50万的玉扳指送给你。好，您别后悔。涂先生，请随我进店看看吧。正好
也算是给我们2个作证了。好说，走吧，进去看看。请。这无刃的触感，表面的血痕细致，整个品相也很美。好久没见到这么完美的玉了。哼，敢不敢让我检查检查？我怕你这块玉啊是假的。我们做古玩生意的，眼力劲儿可比你们强多了。随便你查。这。哎呀，郑老板，怎么样？我这玉石是不是真的？哎呀，郑老板，刚才可是您说的，我这玉石要是真的话，你手上的玉扳指要送给我，怎么？你现在不会又反悔了吧？愿赌服输，给就给。谢谢郑老板。王老板，我这玩玉也有10多年了，也是第一次啊，见到这么完美的沁血玉。不如这样，你卖给我吧，200万，怎么样？200万，这钱不赚白不赚啊！正好店里的维持也需要一部分资金。行，好，刷卡。好。涂老板，收好。好，谢谢。我刚才看见那涂总了，他来过咱们店里了。对，刚才他花200万买走了沁血玉。200万，那再加上接待其他顾客买的，那岂不是赚了很多钱了？我得赶紧算算。480万，我们今天赚了480万！我的天哪，我们开业第1天就赚了480万！对啊，没想到这玉石的空间这么大。对呀，我也没想到这销量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玉料也快没了。放心吧，慈心姐，这玉料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明天我就去赌石场看一看。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好。这原石不仅是个双黄蛋，里面蛋黄还大，这要是放在店里，最少能卖500万，这不是让我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吗？老板，我要这块。好嘞。姑娘，你年纪也不大，上来就赌这么大，你就不怕这里边开出来不出货的玉，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再说了，我看这玉还挺好的，我决定买这个。好。哎呀，赌石这东西，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懂？我好心劝你啊，你才玩石头几天呢，就敢赌这么大？我的阅历可是比你丰富多了，什么石头没见过呀？你还不如跟着我好好学学怎么看石头。你这样瞎赌啊，就是在糟蹋钱。我认定这个石头里面是有玉的，我决定了，买了。你这样投机取巧是要吃亏的呀！你这样瞎赌，还不如在赌石场里扫几次地来的实惠，还以为自己能赌到，笑话！先生，既然你决定不了，那还不让我买吗？老板，给钱。好嘞。石头归你了。行，既然你这么有本事，那你有本事就当着我的面把它开了，看看到底能不能回本。好啊，那就让我们开看。行。这块石头不错呀，不知道货能有多少。还不错，
这玉料规规矩矩，不大不小，年轻人眼光不错。哼，就这点玉料，哪里值10万？顶多就值2、3万。我都说了，别这么着急下手，就是不听，吃亏了吧？王爷，没事，赔了也不怕，我帮你垫上。子欣姐，你放心吧，这波咱们还是稳赚。好，我信你。放心，师傅，继续开吧。又吸收了不少玉石的宝气，还真是养眼。怎么还有？这是双黄蛋，500万，这价值500万的帝王绿啊！怎么样，我适合赌石吧？赌石就是要敢赌，你畏手畏脚的，看了这么久的石头，那有什么用啊？哎呀，子欣姐，咱们走。得嘞，我亲爱的财神爷。哟，王店长，陈小姐，涂总，你怎么来了？你们也是来买石头的？哎，可不是嘛，我们都逛了一上午了，一点收获都没有。这是你们刚开出来的玉石？对，今天我运气好，开出来一个双黄蛋满绿。双黄蛋？哎呦，这可是罕见的宝贝啊！不知王店长愿不愿意割爱给我？正好我的珠宝店需要这批稀罕货。行啊，就是不知道涂总打算出多少钱？500万。没问题，成交。王店长爽快，这是500万支票，王店长收好。涂总果然爽快。还是王店长眼光毒啊，总能挑到好东西，不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天天啊竟是瞎忙活。涂总，依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运气好点的小丫头片子罢了。涂总，这位是？哦，我忘给你介绍了，这位啊是平时给我看玉的师傅，姓黄，叫黄剑山，人称啊黄大师。久仰。既然是给涂总专门看玉的师傅，那他一定眼光独到。黄师傅，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卖沁血玉的店主。涂总，我还寻思你找到了一个比我会看石头的大师呢，原来是个小丫头片子。既然涂总说你会看石头，你敢不敢跟我赌一赌？为什么不敢？我当然敢赌。既然涂总说你会看石，这赌石场这么大，咱们就赌一赌，每人找一块石头，看谁的价值更高。好，赌就赌。行，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输了的话，把你那招牌给我倒过来挂2天。我输了，随便你怎么办。要是你输了，我也不需要你做别的，你就给我鞠个躬，道个歉，赔个礼就行。好，你现在就多嚣张点，等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这石头只有外皮薄薄一层绿，里面都是一渣子。黄师傅，我以为你出去挑了一个多么好上等的料子，你这料子恐怕连1万都买不到。师傅，老规矩，开吧。好。哟，黄大师，见绿了。这才哪儿到哪儿，继续开。这不可能，继续开。这怎么可能？我明明看过的，不可能！怎么就变成废渣子了？
我的玉料呢？我的帝王绿呢？这点废料，怕是1万块钱也卖不了啊！黄师傅，你也别太难过啊，胜负乃兵家常事啊。你的料还没开，你凭什么就认定我输了？你的料里面如果什么都没有，这一局还是我赢。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师傅，按照我画的这一道，这样开。啊，好。哎呀，绿有绿！哇，了不得了不得！这平平无奇的一块怪石，居然能开出帝王绿满绿！帝王绿翡翠，价值600万。我的眼睛能看到石头的信息，还能看到价格，升级了！我的透视眼升级了！这个石料至少值600万。哎，小姑娘，长江后浪推前浪，眼光真毒啊！真的，价格对上了，我的眼睛真的升级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随便挑一块石头，怎么可能开出帝王绿满绿？我精心挑好的石头却什么都没有，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看，我赢了，你就得按着赌注来说，你给我赔礼道歉。我可是你的长辈。哎，黄师傅，你要不还是愿赌服输吧？行，我错了，是我小瞧你了，我承认。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店长，你是怎么挑中这些毛料的？这个嘛，总不能告诉别人我有透视眼吧？这还不得让人家把我当成怪物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师傅，他教给了我一些看石观石的办法，但是我师傅说不让我外传。屠总，您别介意啊，不是我不让说的，是我的师傅他不让我说。原来是这样，了不得呀！不过你介不介意现在就把这块玉料卖给我？我侄女生日，这块玉料的大小正好可以打个镯子，再打个玉佩，非常合适。没问题，涂老板，那你就开个价，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卖给你600万，如何？成交。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卖给你600万，如何？成交。我现在转给你。支付宝到账600万元。涂老板果然是个爽快人。王店长，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侄女生日，我正好顺道呀，想请你吃个饭。毕竟啊，我可是在你那儿买了3块玉石了，正好我侄女啊也对玉非常的热爱，说不定啊，她还能成为你的客户呢。好，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就过去。那我们就瑶水庄园见。好。小王啊，涂总，梦梦，这就是我给你说的紫藤阁的店长王毅啊，这是我的小侄女涂梦梦，现在正在上大学。王毅姐姐好。梦梦你好，生日快乐！谢谢王毅姐姐。梦梦，你还记得我之前送你的玉佩吗？就是小王挑的，他看玉的眼光啊，好得很。哇塞，那很了不得呢。行，你们2个小姑娘聊，我这个大老粗啊就不参与了。梦梦，今天是你的生日宴，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来参加你的生日宴。陈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像你这种家世的人来说，结交的朋友也都是有门有户的。这一个卖石头的乡下土包子，也配来参加你的生日宴？
简直破坏气氛。程浩，我涂家不会因为别人身份的低微就看不起别人。梦梦说的对，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抽空来给我侄女庆生，让我们家梦梦21岁生日这么热闹。梦梦，生日快乐！谢谢大伯。这块玉是我请了名家来雕刻的，你戴上肯定很美。还是大伯疼我。梦梦，生日快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谢谢王毅姐姐。这就是你送的礼物啊？这怕不是地摊上淘来的旧书吧？涂小姐，这枚和田美玉雕刻的玉兔，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我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不像某些人送了一个地摊货。谢谢。梦梦，这玉坠也价值几十万，可总比某些人送的廉价旧书有诚意多了。张大千墨宝，价值100万。梦梦，你看他这旧书，连个包装都没有，这恐怕垫桌角都嫌粗糙吧？哪比得上我这玉石，保值又体面。王店长，你看石头的眼力确实是很好，怎么选礼物这么敷衍？该不会是对涂小姐的生日没放在心上吧？诸位先别着急呀，我这书看着是普通，但是那里可藏着玄机。这是张大千的墨宝？没错，这笔法，这器韵绝对是真迹，价值起码100万。王毅姐姐，这也太惊喜了！我一直很喜欢张大千的作品，没想到真的遇到这样的珍品。梦梦，你喜欢就好。这书虽然看着不起眼，但是却是一个藏宝地，也算是一个特殊的生日祝福。切，你耍赖！哪有旧书里藏字帖的道理？赌石还能开出帝王绿呢，这旧书里藏墨宝有何不可？程老板，倒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却这么着急的下结论，未免也太草率了吧？好，不愧是王店长，眼光独到，这份礼物比任何玉石都珍贵。王毅姐姐，你的能力太让我佩服了，看识厉害，选礼物也那么厉害。这是800万预付款，以后我买玉都找你，有什么好东西务必先想着我。梦梦，感谢你的信任，放心吧，有好料子第一时间联系你。涂小姐，他就是运气好，他这一张破字帖哪值得你预付800万？程先生，话不能这么说。王毅姐姐能从平凡之物中发现珍宝，这份眼力就远超常人。比起你的玉石，我更相信她的眼光。王毅姐姐，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改天我去你的紫藤堂逛逛，看看有什么好宝贝，随时欢迎。走。小王，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受委屈了。没事儿，他们就是有心过来找我茬。再说了，我也没有受什么委屈。哎，既然没什么事儿，那咱们就先吃饭。走。喂，子欣姐。王爷，好消息！董事长明天一早会来卸货，据说会有个号称是玉王的毛料出现。玩过几年石头的人啊，都觉得那里面开出的玉肯定价值不菲。好，明天早上我和你一起到赌市场看看。这毛料肯定是从玉脉那层附近采下来的，看看这纹路。可是这块毛料价格太贵了，售价就350万，谁知道里面到底能不能开出货呀？哎，走了走了。
值1000多万，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好料。倒不是因为赚钱，而是这块玉，没准又能让我透视能力进一步提升。今天说什么都要拿下这块玉。我跟你说，这块毛料，紫心姐，我知道。刘大师，这块毛料看起来不错，但是你要入手啊，还需谨慎。这么高的价格，虽说我们店也付得起，但如果里面的料没有想的那么好，这生意就算赔了。刘大师，果然谨慎。哟，这不是王店长吗？这么巧。这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王毅王店长，也是开玉石店的。对了，王店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海志刘大师，他所在的玉石公司，那是在上京都有名的，能在他那儿看石头，都是有能力的。过奖了。王店长这店开多久了？我们这个店也就开了1个多月，实在比不上您的。哎呦，原来是位新人呐。紫心姐，咱们的账目上还剩多少钱？我想把这块毛料买下来。你认真的吗？这块毛料可要350万呢。我认真的。我们店里日常周转就要花不少钱，这账上还有不到300万，买这块毛料实在还差点啊！王店长，就你那小店还想插手这么大一单生意？我劝你啊，还是别费心思了。任凭你看石头有点本事，但是你没有钱，你还是买不起吧？刘大师他们公司那是财力雄厚。要买也是刘大师他们买，你呀抢不过的。小王，我就知道你也会来看看这玉王毛料。涂总，你觉得这块毛料怎么样？我觉得这块毛料确实蛮好的，但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不过我相信它肯定能够开出来上等的好玉。小王，你之前也给我选过几块不错的玉，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你说你想买这块毛料，差多少钱？我借你。真的吗？那我可真是欠了您这么大的人情了。说到人情啊，其实是我欠你才对。你给我选的玉啊，品质都不错，我也不差钱。说吧，你要多少？那我们先借个50万。没问题。那就太感谢涂总了，我现在就给你写借条。紫心姐，你有没有带纸和笔啊？没带啊。小王，我信得过你，借条这就不必了。拿着，这是一张50万的卡，密码是6个8。感谢涂总，我们真是欠您一个这么大的人情。不客气。老板，这块毛料我们要了。老板，辛苦您把这个毛料开了，我们要了。好的，女士。恭喜姑娘开出这么大一块玉石。辛苦了，师傅。瞧这玉，这么大一块，少说也得有1000多万吧。这玉色这么好，主要是这么大，实属罕见。这姑娘如此年轻，眼光还这么独到，真是了不起呀！这块玉，1000万卖给我，王姑娘。我出1200万卖给我。我出1300万让给我吧。好舒服，这灵气温润，像是给眼睛做了个 SPA 一样。拍到这样的宝贝，怕是要发大财了。而且这块料子这么好，要是我自己找人雕刻，卖出的价格岂不是更高？这样店铺的名声也能打出去，简直双赢。各位，抱歉，我这块料子不打算卖。为什么不卖？咱们自己留着，不是也是要卖吗？我觉得这块料子咱们留着的用处会更大。可是这块原玉少说价值1000多万呢，如果卖了，不仅能够减轻咱们的负担，反而能够轻松休整一段时间了。不，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个雕刻大师，用它来打咱们店里的名声，
那不是更好吗？厉害啊！我怎么没想到找一位雕刻大师来自己进行雕刻呢？对了，上京有一位著名的雕刻大师，那技术放眼全球都是顶尖的，冯清池，冯大师。不过呢，他不轻易出山，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他帮帮忙。走，走。王爷，我跟你说啊，这冯大师雕刻技术一流，但是这脾气十分古怪。有人甚至花几十万找他雕玉，他也是不肯雕的。等一下他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讲话，让我先跟他沟通。好。请问冯清池，冯老爷在家吗？你们是谁？冯老爷子，是这样的，我们俩呢是紫藤阁的，我们有一块品质上乘的玉石，想请您帮忙雕刻。雕玉这种事就别来找我了，一律不雕。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这冯老怎么看起来身体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样子？我的眼睛又升级了吗？现在都能看到身体结构了。不过冯老这喉咙的地方怎么看着像个肿瘤？冯老，我们呢是特地请您来帮忙雕刻的，这块玉石品质实属上乘，您肯定会感兴趣的。而且啊，我们给您的报酬也是不会少的。你看我这么大的宅子，还缺你那点辛苦费吗？冯老爷子，我知道您自然是不愁钱的，但是呢，我们这块玉石品质真的很上乘，您看了之后肯定会乐意帮忙雕刻的。雕了大半辈子玉，什么玉没见过，少拿这种来糊弄我了。我告诉你们，我已经疯到不干了，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冯老，您不愿意给我们雕刻没关系，但是您最近这个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呀？要不要您去医院看看？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你这小丫头片子，别装作关心我的样子，想让我给你雕玉。你们去找别人吧。冯老，我劝您还是真的去医院看看吧，最好能够拍个片子看看。你不给我们雕刻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最好保重一下您那个身体。我自己的身体一向很好，我自己非常清楚。你这小丫头片子，我不给你雕玉，你竟然诅咒我！我现在实话告诉你们，只要是你们两个人的玉，我冯清池一律不雕。王毅，我不是叫你别乱讲话吗？现在好了，冯老闭门不见了，咱们的玉石也不知道找谁雕了呀。子欣姐，我没有胡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冯老他可能真的病了，而且可能还长了一只小小的肿瘤。啊，真的假的？怪不得你这样说，那确实得好好提醒冯老了。算了，咱们的毛料可能暂时也没人雕了，再等等吧，总会有人雕的。咱们先回店里吧。好。冯老，你这甲状腺是肿瘤啊？肿瘤？那丫头说的竟然是真的。不过您别怕，幸亏你听了人家的话，及时来医院检查，在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会儿给你安排手术，切了就好了。这事儿啊，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要是再过阵子，很可能癌细胞会扩散，到时候做什么都晚了。看来这丫头真的关心我，对，我必须要感谢她。雕玉，我要为她雕玉。王店长，我们可都听说了，冯大师给你吃了闭门羹，而且还放话说绝对不会给你们紫藤阁雕玉。我看你那块毛料留在你手里也没什么用，1000万卖给我吧。王爷，要不咱们还是再等等吧。嗨，等？就算你等到下辈子，冯大师也不会给你雕玉。请问王毅、王店长在吗？冯大师哎呀，小王啊，我今天来专门是来答谢你的。来，这是我家里人带了点土特产，你要是不嫌弃，就先收着啊。冯老，您这是干嘛呀？您是长辈，
您给我们带什么特产呀？哎，小王，那天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去医院检查身体呢。冯老，那您的身体怎么样了？冯老，那您的身体怎么样了？哦，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呐！哎呀，前几天我喉咙一直不太舒服，我还以为发炎，没什么大事。那天听你那么一说，我前天去医院拍了个片子看了看，结果呀，甲状腺有个肿瘤，幸亏发现的及时，才这么大一点儿，做了个小手术，把它切掉就没事了。那就好，那就好。冯老，您这身体没有事儿就好。哎，小王啊，那天我说话态度不好，你别见怪呀！啊，冯老，我们是小辈，您说我们几句，那也是很正常的。哎，对了，咱店里现在还缺玉雕师傅吗？冯老，您为什么这么问啊？啊，小王啊，我年纪大了，也没什么可答谢你的。不过我自认呢，在玉雕方面我还在行啊。回头你们有什么需要雕刻的，就包在我身上啊！真的吗？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快把你们的玉拿出来，让我看看啊！冯老，您看看。好。哎呀，你们早说有这么好的玉，我一早就给你们雕了嘛！你看。你们早说有这么好的玉，我一早就给你们雕了嘛！你看，冯老，您放心，这酬劳我们一分都不会少您的。哎，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哎呀，小王，说实话，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要是提钱，那就是看不起我。冯老，那这可不……哎，我说不要钱就不要钱啊！以后只要是你们的玉，有多少我就雕多少啊！那就谢谢冯老了。哎，冯老，那您看一下。你看看我们这玉能够雕个什么？这玉呀，质地又大又好。本来呢是雕一个玉观音，现在呢因为它的2个棱角比较难磨平，所以啊就雕一对石狮子吧。好，那就麻烦冯老了。哎呀，成了。冯大师的雕工果然名不虚传，这线条这神韵，把帝王绿的灵气全给激发出来了。百年难遇的好料，配百年难遇的雕工，这对玉石子绝对是传世之宝，我出1100万。王店长，卖给我。1100万就想拿下，太天真了。我出1200万。1300万，我店里正好缺个镇店之宝。王店长，你卖给我，我保证放在我店里最好的展示位。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要不你们成交吧？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要不我们成交吧？哎呀，别着急啊，待会儿啊还有好戏看呢。1400万，1500万我跟了。1600万，1700万，这对玉狮子归我了。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准备点资金呢。1700万我是真顶不住。哎，小易，这1700万已经远超出我们预期了，要不然我们成交吧？别等待会价格又降下来了，我们见好就收吧，小易。2000万。2000万，这对玉狮子我出2000万。张总，您怎么来了？2000万，您这是要跟我抢啊？张老板，您怎么来了？2000万，您这是要跟我抢啊？哎，赵总，好东西从来都是价高者得，况且我就是特意为这对玉狮子来的。各位别见怪啊，这老张呀是我的好朋友，他早就听说呀，王店长得到了一块百年难遇的帝王绿好料，还请了冯大师亲自雕刻，特意赶过来想拿下。哎呀，我玩玉器几十年，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玉料，也没见过这么精湛的雕工。哎呀，我真的是太喜欢这对玉狮子了。涂总，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既然张总这么有诚意，那这2000万成交。好。小一，2000万，我们真的成交了！好，好，好，2000万，这堆玉石子也算找到识货的主了。我就喜欢和王店长这么爽快的人打交道。来，2000万，1分不少。子欣姐，你说着吧。哦，对了，王店长，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张老板，请说。最近呢，我打算给店里进一批翡翠原石，刚好城东有一个玉器展，您眼光这么好，不如替我长长眼，到时候开出了好东西，我们俩5-5分账，你看怎么样？小一，这是个好机会，你可得答应啊！张老板，看在您这么有诚意、这么相信我的份上，正好我这2天也想去赌石的场上看一看，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走走走，走看看，看看这个。老张，这展会果然名不虚传，国内外的好料都齐聚在这儿。小王，今天就麻烦你了，有看中的尽管说啊。这位小姐眼光真好，这些都是我们最新的原石，刚从缅北运过来的，要不要上手瞧瞧？好家伙，这块8万的里面藏着满绿翡翠，水头还这么足，这黑色石料里竟然是紫罗兰玉，色泽这么浓郁，真是捡漏了。老板，这2块原石我都要了。小一，我总觉得这2块也太普通了吧，尤其是那块黑的，像个煤块似的。子欣姐，这你就不懂了。这赌石啊，讲究的是外拙内秀。我觉得这2个料子，说不定能开出好东西来。张总，这2块我想全要了，一个8万，一个5万。这位小姐真有眼光，这2块料子虽然看着普通，但的的确确是老坑料，他们呀就没几个人识货的。您如果要一起拿的话，我给你算12万怎么样？来，没问题，刷卡。张总，你这是听了小姑娘的话就随便下手吧？这2块料我昨天都看过了，纯属废料，花12万买这玩意儿，怕不是交智商税？这位老板，话可不能说这么脏。赌石这东西啊，都是各凭眼光，各凭实力。说不定啊，我能开出好料子呢。哦，那我倒要看看今天你能不能创造奇迹。展会里面有临时的解石区，不如我们现在就开了，大家也开开眼吧。正有此意，走。请。小姑娘，这2块石头怎么切？先切哪一块？小姑娘，这2块石头怎么切？先切哪一块？先切这块5万吧。好，浅浅的切，竖着切1条，慢慢擦。这么切容易切坏里面的料啊！放心吧，师傅，按我说的做，出了问题算我的。没错，就按王小姐说的去做。啊，好。这么切肯定不行，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外行。我看也是，张总这次怕是要吃亏了。切，我就说嘛，纯属瞎折腾。这块石头里要是能开出玉，我就把这解石台给吃了。这是紫罗兰玉啊！小一，你太厉害了，这真的是紫罗兰玉。哎呀，小王，好样的！这么纯正的紫罗兰玉，实属罕见。张总，这块玉我出300万，您卖不卖？ 300万？500万。
这块紫罗兰玉我要了。我出550万。600万，这块紫罗兰玉值这个价。600万成交。李老板，你刚才说的是解释台，要不要兑现一下？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小王啊，你这嘴啊，是一点都不留情啊！涂老板，对付这种看不起人的就是这样，这样他才能长记性。老板，再开这个8万的。好。等一下，师傅，这次竖着切，慢慢擦，切到1/3的时候停一下。好。出绿了！这么好的品质，肯定是帝王绿级别啊！张总，你这翡翠1000万，我要了。1000万？王老板，1000万太少了吧？我出1200万。小王，1200万，你看怎么样？1200万，成交。好。小王啊，你真是太厉害了，这才短短一会儿就挣了1800万。张总，这才哪到哪儿？这场地呀，还有好东西呢。走。请。冰种翡翠价值1000万，晴水绿翡翠价值800万，墨翠价值1200万。老板，这3块石头我要了。这3块都是边角料，一起算18万吧。刷卡。这价值500万的玻璃种帝王绿，竟然被老板随便的扔在桌子下面，真是暴殄天物啊！老板，你桌子底下这块石头我也要了。哎，王老板，我自己来。好，行。这块有点小，给你算1000块。王小姐，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连续开出好运，现在又买这4块破石头，怕不是有什么猫腻吧？我看你根本不是凭什么眼力，而是提前知道哪块石头里面能出玉。张老板，话可不能这么乱说。赌石靠的是眼力，还有实力。我看石头的手法是从家里跟着长辈学的象石口诀，自然是看得出一些门道的。家传口诀？我还没有听说过什么这么神的家传口诀，你该不会是在糊弄大家吧？刘老板，王小姐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这么质疑，怕是有点嫉妒吧？我只是不想谁在展会上搞小动作，影响公平。有本事你就说说，这4块石头能开出什么好玉？开得出来或者开不出来，咱们把它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师傅，麻烦把这4块石头搬到解石区。好，我来帮你。开吧。这么绿，
冰种翡翠我出1000万，清水绿800万，墨翠我出1200万，帝王绿500万，6500万，谁都别跟我抢。张总，4块料子，6500万，我全要了。小王，你看怎么样？按照市场价格算，这4块料子差不多是3500万，现在翻了1倍，差不多了，也发财了。可以，这个价格很有诚意。那就感谢张总和王小姐的割爱了。小王，按照约定，我们55分成。这里呢是3000万，再加上你那块帝王绿原石，总共500万，那就是总共3500万。这张卡里有3500万，密码是6个6。小叶，3500万，我们发财了。小王啊，你这能力可真是百年难遇，以后再有这种好事啊，千万别把我们忘了。我的原石生意啊，以后就由你长眼。听说了吗？最近啊，古玩街的珍宝斋搞到一批海外回流藏品，据说那可是从老洋房里掏出来的宝贝。海外回流，那可不好说。现在这行业鱼龙混杂的，这真品没几件，这劣品啊却能够以假乱真，这一不小心啊就打了眼了。可不是嘛，昨天我路过瞅了一眼，看到那一屋子的铜器木器摆了一屋子，标价可不低，这里边还藏着什么猫腻呢？海外回流藏品，鱼龙混杂才好捡漏。我的透视眼连石头里的玉都能看穿，这些古玩的底细还能瞒得过我？说不定又能淘到什么好东西。子清姐，咱们店里是不是还缺些装饰摆件？正好古玩街离这儿不远，咱们不如去珍宝斋逛一逛，正好挑一些合适的东西。你是想再捡个漏啊？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我们捡不到漏，就当去散步了嘛。那我跟涂总还有事要谈，你们先去逛，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对，以后啊，再看见这种好料子，缺钱啊，只管开口。谢谢涂老板，张老板，走吧。1500万，这2个可都是大漏啊！老板，这铜炉和古琴怎么卖？哟，姑娘，好眼光啊！这铜炉是海外回流的老物件，标价20万。这古琴虽然是民国仿清代的，但做工还算精细，给您算15万，2件加起来35万。老板，我们诚心买，2件东西一共20万，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买，不行的话我就走。20万，姑娘，爽快，卖给你了。刷卡。哟，这不是王店长吗？怎么不在赌石场捡漏，跑到古玩街来凑热闹了？张老板，我们逛我们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王店长，赌石和玩古玩可不一样。这铜炉看着破旧，说不定啊就是现代仿品，说不定啊就值几千块。这古琴更是一眼假，
连民国仿品都算不上，两样东西加一块最多值1万块。小叶，这2件东西真值吗？放心吧，等下我绝对得让你知道什么叫捡大漏。怎么信息比刚才更多了？还有年代显示，我的眼睛又进化了。看来这下看古玩更准了。这是……这石涛的真迹呀！真是清代石涛大师的作品。这真是清代石涛大师的作品。哟，这不是张教授吗？他可是咱们上京鉴定文物的专家，绝对的权威。这是张教授，这就是几块不值钱的破瓷片。这哪是什么不值钱的破瓷片？这青花瓷碎片，釉质细腻，釉色纯正，是明代官窑无疑呀。虽然是碎片，但价值极高，保守估价1500万。这石涛的书法是真迹，笔法墨色都符合清代特征。再加上这明代黄花梨木古琴，材质上乘，工艺精湛，两者加起来价值2000万。姑娘，你这可是捡了天大的漏啊！2000万，1500万，这加起来就是3500万，20万买的，这得翻了多少倍啊！王店长，既然你也是开店的，这2样东西留在你手里边也发挥不了最大价值，不如转让给我，我出3500万，怎么样？不卖。3500万你都不卖，你成本才20万，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张老板，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我们小易决定的事啊，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你当初不是还嘲笑他人傻钱多吗？现在知道看走眼了吧？哼！王姑娘，我认识一家拍卖公司，如果你这些东西送拍，应该能拍出更高价，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那就麻烦张教授了。小王，鼎盛拍卖行在业内口碑极好，拍卖成交率一直很高，你这2件宝贝都是稀世珍品，今天肯定能拍出好价钱。那是还要感谢张教授的提携，没有张教授，我们也不可能来到这么好的拍卖会，展示自己这么好的展品。感谢各位贵宾莅临鼎盛拍卖行春季专场拍卖会。接下来我们将要呈现的是本次拍卖会的重磅拍品，明代官窑青花瓷碎片一组，以及清代石涛名画，配明代黄花梨木古琴一套。这青花瓷碎片的胎质和釉色，绝对是明代官窑的瓷器，就算是碎片，凑在一起也能还原大半瓷器。石涛的真迹本来就罕见，还配着明朝黄花梨木古琴，这简直是成套的宝贝，错过这个机会可就再也没有了。现在竞拍正式开始，2件拍品打包竞价，
起拍价3500万，每次加价最低100万。现在有请各位出价。3600万，3800万，4000万，4000万。果然不出所料，这两件宝贝的吸引力远超预期。5100万，5300万，5300万。这位先生出价5300万，还有更高的报价吗？这可是明代官窑配清代青花瓷器，错过再无。5500万。哎呀，5500万第一次，5500万第二次，5500万第三次，成交。真的成交了！恭喜呀，小王，这个价格远超预期，堪称本次拍卖会的黑马。王女士，您的拍品最终成交价5500万，扣除佣金后，您实际到手5000万。请问您是选择转账还是现金支票呢？转账吧，转入我们的对公账户。我们的对公账户已经在后台登记过了。好的，女士，您稍后可以查收一下。小易，5000万真的到账了，我们现在也是身家几千万的老板了。小王，这笔钱可是实实在在的收获，接下来打算怎么规划？是扩大店铺规模，还是继续收藏更多珍品？我们打算重新装修一下紫藤阁的规模，扩大一下展示的区域，到时候我们再去赌石场弄些好料子。正好有冯大师给我们坐镇雕刻，我们的店里面的东西啊，只会越来越抢手。对了，子欣姐，你不是一直想换个大点的房子，这次可以提上日程了。小易，真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也不知道我下个月的房贷该怎么办了。子欣姐，咱们是合作伙伴，更是好姐妹，有福自然要同享，而且这只是开始，以后我们会赚更多的钱，见识更多的宝贝。喂，你好，张总，怎么了？小王啊，天大的好消息！我刚从边境朋友那儿得到信儿，那边赌石场最近流出了一批罕见的墨翠原石，据说品质顶尖，好多珠宝商已经连夜赶过去了。墨翠，罕见品种？可不是嘛，墨翠本身就稀缺，这次传说是老坑出的料，质地能达到帝王级呢。如果你要是出手的话，咱们指定能再赚一笔。我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的机票，你和陈小姐要不要一起啊？张总，我们当然愿意去，正好店里也该进些新的货了。边境的赌石场倒是没有去过，正好让我们见识见识。对了，边境那地方实在是鱼龙混杂，你们多带点现金啊！遇到事情不要冲动，有我在呢。好。帝王级墨翠，我的天哪，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咱们这次要是能拿下，紫藤阁的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来，美女，来看看这块，刚从老坑运过来的。你看这皮壳，这松花里边绝对出高绿的。我看你面生，给你个友情价，28万。小王啊，你可小心点，这地方鱼龙混杂，有真料也有假货。常见的骗术就是这种表面贴一层绿皮，看着像是好料，切开啊，全是废料。还有一些商家会恶意抬价，专坑外地来的生面孔。你看，怪不得这么多人围观，咱们可得擦亮眼睛。看着这就是所谓的贴片原石啊。老板，
你这石头贴的也太敷衍了吧？你看，你这边缘都没粘牢。你胡说什么？我这可是正常的老坑货料。要不要我们把它揭下来呀，让大家都看看？你这绿皮啊，都要翘起来了。走，我不卖你了。正好去那边看看。小王，刚才我都没发现那道原石上的缝隙，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以前一个师傅教我的，就这贴片原石皮壳的手感呀，它是不一样的。你看那绿贴的也太假了，一看就不对劲儿。来看看这。好，帝王墨翠，墨翠顶级品种，价值6000万。帝王墨翠，顶级粉色翡翠，稀有品种，价值3000万。粉色翡翠，这还是头一次见，都是被低估的上等好货啊！子欣姐，张总，你们看一下这2块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拿下？这2块看着也太普通了，一个30万，一个50万，这加起来要80万呢。看着非常普通，没有什么亮点啊。不过小王，你确定吗？我觉得还挺靠谱的，而且这赌石啊，就得看眼光。要不咱们试试？小姑娘，这2块石头都摆了半个月了，好多人看过都不要，你可要当心啊！人家城里来的大老板有的是钱，愿意买废料玩，你拦他干嘛？哎，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这小姑娘眼光不行。这2块要是能开出来好料，我把这铺子都吃了。这位老板，赌石靠的是眼光和运气，而不是靠嘴上说说而已的。老板，刷卡。师傅，从这里竖着切，慢一点儿，小心一点儿。这么普通的石头还花50万，肯定要垮。我看也是，这小姑娘怕是被人坑了。要我看，她就是纯在浪费钱。这是墨翠！我的天，这是帝王墨翠！太罕见了，这么纯粹的帝王墨翠，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小姑娘，我是东南亚的珠宝商，我叫桑坤。这个帝王墨翠我要了6000万。桑坤先生，爽快，成交。小姑娘，你眼光真厉害。师傅，切另一个。师傅，切另一个，横着切，千万要小心，不要弄到里面的料子。粉色翡翠，色泽太均匀了。粉色翡翠很是稀有，这种粉嫩均匀的非常罕见。这绝对是顶美的粉色翡翠，价值连城啊！小姑娘，你这粉色翡翠我也想收，你出个价。桑坤先生，不好意思，这块翡翠我们不卖，我们打算自己留着自己雕。你这块石头是假的，你骗了我50万！胡说八道，这正经缅北老坑料，你自己看不懂，关我什么事儿？我攒了这么些年钱，就为了买块好料子，怎么能骗我的？这么明显的贴片造假，这里面全是杂石。这位先生，你这石头是贴皮的吧？表面的绿皮一撕就掉，要不咱们找个工具试试呢？你是谁？关你什么事儿？
在这个赌石市场里骗人，是不是太不地道了？是你自己把钱还给人家，还是我们去市场管理处？哼！谢谢你帮我识别骗子。我叫阿明，在这摆摊好些年了，要不是你，我这1年心血就白费了。没关系，以后进货的时候多注意点就好。这是我前几天捡的一块石头，看似普通，但我觉得能开出红宝石原石，送给你，就当谢礼了。天然红宝石原石，品质上等，这可是白捡的大喽！谢谢你，阿明。子欣姐，看来以后咱们的紫藤阁又要人声鼎沸了。哎呀，小王，这次边境之行真的是赚大了。那个帝王墨翠卖了整整6000万，我们抛去成本50万，我们净赚5950万。还有你那颗红宝石原石，我已经给你联系到买家了，500万，1分都不少。还有这个粉色的翡翠原石，多亏了冯老的雕刻工艺，让这粉色的翡翠原石展示它独特的美。它本身就是个好料子，我不过尽了点分内之事。不过这罕见的粉色翡翠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的啊！哎呀，谦虚了啊！好，这次真不错。这不是顶流大明星林婉吗？林女士，欢迎光临紫藤阁。林女士，您看一下需要什么？这粉丝翡翠也太好看了吧！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么合心意的。林小姐，这个是顶级的粉色翡翠首饰套装，它色泽均匀，品质上乘。多少钱？我要了。林小姐，这套首饰啊，我们定价3200万。没问题，刷卡。刷卡成功。太漂亮了，你们这家店真是不错。来，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好东西一定要通知我。没问题。这就是大明星林婉。哎呦呦呦！这帝王墨翠是6000万，然后这个粉色翡翠是3200万，红宝石是500万，然后刨去成本是80万，咱们总共是净赚了9620万。小姨，咱们一共赚了900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那些，咱们也是身家过亿的老板了。王店长，明天会展中心开有拍卖会，听说现场有极品钻石，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极品钻石，这听起来还挺不错的，我去。好，明天咱就一起去。小王啊，国际拍卖会就是不一样，看看这阵仗，据说啊，那个亚洲之星的蓝钻价值5个亿，要是我能拍下，我们在珠宝圈的地位可真的稳了。5个亿的蓝钻，想想都觉得震撼，到底该有多美啊！好，感谢各位贵宾莅临本次国际珠宝拍卖会。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本次拍卖会的重磅单品之一，号称亚洲之星的西式蓝钻。哎，这色泽叫纯净度，果然名不虚传，无论如何都要拿下。5亿的起拍价虽然高，但物有所值，这颗蓝钻的收藏价值不可估量。张总，这个蓝钻绝对不能拍。这个蓝钻是高仿品，内部
有人工填充的痕迹。这么大的国际拍卖会，怎么会有赝品？放心吧，相信我，我不会看错的。如果你拍下，绝对会亏。好吧，听你的。亚洲之星蓝钻起拍价5亿，每次加价最低1000万，现在开始竞拍。5.1亿，5.2亿。有这么多人都在拍，你真的确定是赝品吗？等着看就知道了。6.5亿。抱歉，各位贵宾，由于突发情况，亚洲之星蓝钻暂时撤拍，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什么意思啊？都快成交了，怎么能撤拍？肯定是钻石有问题，不然不可能突然撤拍。小王，多亏你了，要是没有你提醒，我也跟风竞价了。我也只是运气好，碰巧看出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要拍卖的是一颗罕见的粉钻，重量8克拉，起拍价8000万，每次加价最低500万。各位请看。现在开始竞拍。张总，这颗粉钻是一个好东西，您可以拍下来。它内部纯净无杂质，它的实际价格绝对更高。听你的，8500万，9500万，1亿，已经1亿了，还要再加吗？加。它绝对值更高的价格，放心吧。1.2亿，还有更高的吗？1.2亿一次，1.2亿2次，1.2亿3次，成交。太好了，终于拍下来了。这颗粉钻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值钱，我们就又赚大了。这颗粉钻的颜色太均匀了，而且质地异常纯净。恭喜3位，这颗粉钻是罕见的彩粉钻，而且重量达到了10克拉，内部纯净无杂质，还带有天然荧光，市场估值4个亿。4亿，真的是4亿！我的天哪！1.2亿拍下来，竟然估值4亿，我们真是赚大了！我就说这颗粉钻很值钱吧？小王，你真是我的幸运星，不仅完美的让我避开了拍卖会的赝品，还拍下这么值钱的彩粉钻，你的鉴宝能力真是太让人震惊了。我就是碰巧而已。哎，张总，黄小姐，久仰大名，听说你们拍下了那颗罕见的粉钻，我非常满意，不知道能否转让给我？哎呀，刘老板，这颗粉钻是王小姐看中的，这还得需要问一下王小姐的意见。刘富商，你打算多少钱要？5亿，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格，绝对诚意满满。张总，您觉得这价格怎么样？5亿没问题啊，可以成交。好，成交。太好了，我这就开支票。抛去成本1.2亿，净赚3.8亿。按照合约，我们55分，你入账1.9亿，我这就把支票给你。那就谢谢张老板了。小易，你太厉害了，这才一会儿的功夫，你就净赚1.9亿，这都是咱们大家一起努力的功劳。小王、老张，可算是等着你们了。刚才拍卖会彩粉钻成交的消息我都听说了，不愧是王大师啊。涂总，您在这里等我们，不会是专门来道贺的吧？啊，还是你机灵。我最近听一个乡下的老友说，他老家小镇上有个老人呢，家里藏着老物件，说是祖辈传下来的。我一想你肯定感兴趣，所以特意开车来接你过去看看。
这个老涂啊，知道这小王眼光毒辣，这是过来讨巧来的。哎，我也就是纯粹的分享个消息，能不能成还得看小王的本事。那小镇有点偏，开车得3个小时。你们要是没事的话，咱们现在就出发。乡下老物件，那往往都藏着惊喜呢。刚好我的透视眼也可以派上用场。好，子欣姐、张总，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我这店里也没啥急事，就跟你去凑个热闹呗。哎呀，等会儿啊，我还有个事儿要谈。你们先去，有什么好东西啊，记得给我留个信儿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到时候再联系。走吧，车在外面呢。哎呦，老涂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呀！这位就是鉴宝大师，看着可真年轻啊！这是王毅王店长，旁边是他的搭档陈子欣。小王啊，这是老李，就是他给我报的信。李村长，那就麻烦您带路了。哎呀，不麻烦，那户老人家姓赵，家里条件不太好，就住在村东头。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全靠他一个人呐。种地为去生计，那个老物件是个木柜子，他说放了好几十年了，占地方不说，也不知道值不值钱。小叶，看这地方挺偏的，真的有好东西吗？越偏僻的地方，越容易藏着没被发现的宝贝。那就请您带路，带我们过去看看吧。哎，好，就在那儿，咱们走吧。老赵，我给你带客人来了，他们想看看你家那木柜子。欢迎欢迎，快进来坐啊！大爷，这木柜是你们家祖传的吗？是啊，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放这几十年了，没什么用。我老伴儿最近病情加重，需要一大笔医药费，我正愁没办法呢。大爷，您是想把这木柜卖了吗？要是能值点钱，就卖了，给我老伴儿治病。我也不懂什么宝贝，你们要是看得上，给个合理的价钱就行。要是能值点钱，就卖了，给我老伴治病。我也不懂什么宝贝，你们要是看得上，给个合理的价钱就行。小王，你看这柜子。大爷，这木柜还有这木柜里面的东西，我都要了。我给您1000万，怎么样？1000万？姑娘，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这破柜子能值这么多钱？大爷，我没有和您开玩笑，这木柜看着就很值钱，而且这1000万的价格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而且这钱您可以拿去给大娘治病，还能改善你们的生活。小叶，这1000万价格是不是有点高了呀？这个呀，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值钱。这绝对是清代中期的紫檀木，保存的相当完整，市面上面已经非常少见了，最少价值8000万。这是徐悲鸿的真迹，笔锋纯正，气势磅礴，无论是结构还是笔墨都极具代表性，市场价值至少6个亿。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名人画作，这是齐白石的花鸟，张大千的山水，总价值大概1.5个亿。这么说，这些藏品市值大概是8.3个亿。8.3亿？对。哎呦，
小王，你这眼光也太神了吧！这1000万买的，翻了83倍啊！这一下，咱们真是赚大发了。涂总，子欣姐，我想把这其中3幅画捐给国家博物馆，这样既能为我们国家的文物事业做贡献，二来还能给咱们的紫藤阁露露脸，一举两得。哎，这个主意好，捐赠文物是好事，同时还能提升咱们的名气。哎呀，我支持你。今天非常荣幸的收到了王毅女士捐赠的3幅民国时期的名人字画，这些字画是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的，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文物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感谢王毅女士的慷慨捐赠，我们决定授予她文化传承荣誉勋章。能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出一份贡献，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文物本就应该是民族的瑰宝，理应让更多人看到。王女士，请问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理剩余的藏品？我们打算奔马图用正规的拍卖行进行拍卖，紫檀木柜卖给私人的收藏家，其余的这些字画作为我们紫藤阁的镇店之宝。小易，咱们算一下啊，奔马图是6.8亿，紫檀木柜是1亿，成本总共是1000万，再减去相关捐赠的费用，咱们净赚了一共是5.2亿。小王，你这可是做着就赚了几个亿呀！以后再有这种好事儿，可别忘了我啊！放心吧，有好事儿绝对不会忘了你的。现在咱们挣了这些钱，是时候该扩大我们的店铺了。到时候可得淘一点好料子。小易，我已经找好装修公司了，马上咱们紫藤阁就会升级为高端珠宝古玩会所了。小王，甄小姐，好久不见。张教授，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今天来是有件大事，想请你们帮忙。我组织了一支地质勘探队，想去西南深山找一处传说中的玉石矿脉。玉石矿脉？玉石矿脉？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当地老辈人流传，山里常有发光石头出现，可惜环境复杂，悬崖峭壁多，没人敢深入。我们勘探队找了几次都没头绪，我想到你眼光独到，说不定能帮上忙。西南深山会不会太危险了呀？确实有风险，但一旦找到矿脉，价值不可估量，而且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登山装备和向导，安全能保障。发光石头，说不定就是玉石反射的光。我透视眼正好能穿透山体，找到矿脉再合适不过。教授，我答应了。找矿脉，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太好了，我们明天就出发。好。那村长，麻烦你了，这次还要靠你带路。张教授客气了，你们能来我们山里寻宝贝，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提醒你们，山里岔路多，还有悬崖，千万别单独行动。村长，你说的那个发光的石头具体在什么位置？就在那黑松林后面，以前有猎人远远看到过，夜里还泛绿光，但那地方不太好走，没人敢接近。让我看看。好家伙，
这么大片矿脉，里面全是高品质翡翠和和田玉，比之前见过的任何料子都要好。张教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后面的黑松林看一看，说不定可能会藏着好东西。王小姐，你怎么知道在那边？之前在附近探查过，没什么线索。我之前有一个师傅教过我看地形，所以我觉得后面黑松林应该是藏着好东西的。而且刚才村长已经说了，会发光的石头可能会藏在那里。好，听小王的，咱们先往黑松林出发。这个地方看起来平平无奇，真的有矿脉吗？小易，要不然你再仔细看看呢？就在这下面。张教授，你也可以往这底下挖一挖。您看，这周围的岩石和纹理和周围的一点都不一样，说不定这玉石矿脉就藏在下面。确实有点特别，但光看表面也不能完全确定吧。你们可以在这里取个样试试，而且我觉得再往下挖个半米，底下肯定藏着玉石矿脉。队员们，按王小姐说的取样。底下肯定藏着玉石矿脉。队员们，按王小姐说的取样。队长，真的有玉！太好了，这是高品质翡翠的原石。小王，你太厉害！张教授，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挖，它下面肯定会藏着玉石矿脉，而且我觉得这玉石矿脉底下会有很多。我想加入合资2个亿，您看可以吗？2个亿，王小姐真是大手笔啊！没问题，按照投资比例分成，你投入2亿，占总投资的10%，到时候产出的玉石按比例分。没想到这破悬崖下面还真的有宝贝啊！以后我们村也能跟着沾光啊！张教授、王小姐挖到大家伙了，去看看。走。就在这儿。这是特级和田白玉，重达50公斤，太罕见了。我的天啊，这么大的和田玉，价值连城啊！王小姐、张教授，目前首批开采的玉石已经统计好了，这块特级和田白玉估值约50亿，再加上其他的翡翠和和田玉原料，首批产值已经价值80亿了。这开采速度竟然比想象中的还要快，看来咱们以后还能开出更好的料子。这多亏了王小姐啊！要不是您发现了玉石矿脉，我们现在还在瞎忙活呢。投入2亿，首批市值80亿，咱们赚大发了呀！有透视眼就是好，不仅能找到矿脉，还能清楚知道里面的玉石品质。这次真是选对了。王小姐，经过1个月的开采，矿脉共计产出各类玉石原料总价值200亿。按照投资比例，您投入2亿，占10%，应得20亿。这是转账凭证，钱已经转到您的银行卡下了。太好了，辛苦你了。20亿，小易，你也太厉害了吧！小王，这次真是双赢，我们找到了矿脉，你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后续矿脉还有部分未开采，你要不要继续投资呀？张教授，我们刚才挣的那20亿足够我们扩大店铺规模，再去淘点其他宝贝。以后有好项目，我再跟你们合作。好。子欣姐，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是啊，小易，有你这双慧眼，咱们紫藤堂呀，很快就能升级为全国顶尖的珠宝古玩会所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以后啊，常联系。张教授，慢走。各位，截止目前，紫藤堂10城23家分店累计营收380亿，扣除运营成本和税费后，净利润达52亿。王总个人财富正式突破50亿大关。王总，咱们的护城分店上个月刚刚升级完高级高端展厅，凭借您挑选的明清玉器和缅甸老坑翡翠，不仅吸引了本地收藏家，连周边城市的客户也都纷纷而来，月销额直接翻倍。咱们紫藤阁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各位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保真求精的原则。子欣姐，品牌推广这边有什么新的计划？我们打算联合各个博物馆进行华夏珍宝巡展，把店里收藏的徐悲鸿斑马图和明代官窑青花瓷碎片的珍品进行巡回展出，先覆盖国内5大1线城市，进一步巩固本土市场影响力。王总，这是我们慈善基金会最新进展汇报，我们投入了3个亿用于民间文物修复，并且辅助了120个民间收藏者项目，并且我们在河南、陕西等文物大省捐赠了5座文物保护工作基站，并且资助了10名大学生进入考古专业深造。做得好，文物本就是文化的根，我们既然赚了钱，就要为文化的传承做贡献。下周我要去江城参加全国的鉴宝大会，到时候可以去周边的古玩店逛一逛，看一下能不能淘到好物件，给我们补充货源。王总，江城古玩城最近淘下来的一批老旧城淘下来的旧物件，有铜器、木器，还有字画，就是有些真假难辨，当地的专家都难以下手。真假难辨才好，我的透视眼正好派上用场。你看，这铜炉看着是清代宣德炉样式，但包浆太新，肯定是仿品，最多值5000块。哎，不可能，这是我花20万收的，怎么会是仿品？表面是新包浆，内里有老铜胎，还藏着宣德年制暗款，是清代真品，只是被人重新做了伪装。价值至少80万。李专家，您看这个纹路底款，它是宣德炉底款，是4字篆书，笔锋圆润。这铜炉底款虽被包浆盖住，但隐约能看出笔锋走势，不像仿品的僵硬线条。哦，我倒再瞧瞧。这还真是宣德炉的底款，怎么会有新包浆？这应该是之前的收藏家为了保护这个铜炉，做了伪装包浆。所以呀，才会让后人给误会了。老板，这铜炉20万，我要了。成交，王总果然好眼光。小易，你怎么那么肯定？放心吧，相信我，不会有错的。过去了。哎，好。我们走吧。老板，这幅山水画多少钱？这画破损严重，还没署名就卖1万，你诚心要的话8000块钱。王总，这画一看就是地摊货。你刚捡了漏，可别栽在这上面啊！放心吧，我自己会注意的。
给你转账。王总，您真确定是黄公望的真迹？我研究元宋书画已经几十年了，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残卷。李专家，等会儿鉴定师鉴定完，您就知道了。这黄公望的山水画，峰峦浑厚，草木华姿，这残卷的笔触和墨色，都完全是他的风格。找到了，这里有印记。这里有印记，找到了。不错，大吃到人，正是黄公望的号。这笔触，这墨色，绝对是黄公望的真迹。王总，我代表博物馆想跟你谈，能不能把这残卷捐赠给我们？我们会给你颁发捐赠证书，还会在展牌上注明你的姓名。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这幅残卷要作为巡展展品，先参与完华夏珍宝巡展，再正式捐赠。没问题，太感谢你了。小叶，3000万的真迹你就这么捐了？对，这捐出去也能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传承，不是？再说了，而且巡展还能提升品牌知名度，一举两得。哎，王总，来。这铜炉确实是清代宣德炉珍品，保存完好，市场估值80万。王总，你眼光真是太好了。给。咱们现在紫藤阁啊，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珠宝古玩品牌了。好多大明星和企业家都抢着找咱们要货呢。我打算再投入5亿到我们的基金会，我们要重点的参与民间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闺女啊，爸真是没想到啊，咱这么个一穷二白的家里，能培养出你这么一个大老板，还开了那么多分店，做了那么多善事。爸，我都是托您的福，要不是当初您拼命保护我，不让那些讨债的伤害我，我也没有今天。哎，好闺女儿，你现在有本事了，但千万不能忘本，爸为你骄傲。好，我不会忘的，这一切的起点都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好好生活。